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赶紧跟大家先拜个年吧。好 ，Hello， 大家新年好，我是 Wedgwood 的品牌代言人肖战，很荣幸可以来到 Wedgwood 新年活动的现场。刚刚过完这个新年，然后2023年，你觉得这一年过得怎么样呢？这一年呢比较充实，有新的尝试，也有新的收获，也认识了新的朋友。是的，我们也在23年看到了战战很多新的作品哈，24年我们更加的期待了。然后战战刚才的这个描述，其实会让大家感觉到这种幸福感哈。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战战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我觉得他的这个特质跟我们的 Wedgwood 坚持的匠心的品牌精神非常的契合。那正是因为这份难能可贵的匠心，也才造就了 Wedgwood 在高品质制瓷领域的传奇成就。没错。那战战作为 Wedgwood 的品牌代言人，经过跟品牌的这个合作以及了解，你对我们的这个新朋友有什么样的感悟吗？当然是非常荣幸能在2023年与 Wedgwood 携手，成为品牌代言人。Wedgwood 恪守的匠心精神和总是不断会给人惊喜的设计，让人印象深刻。Wedgwood 将经典与创新理念相融合，让我们生活中的仪式感时刻变得熠熠生辉。其实我们都理解战战的意思，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放缓一下这个节奏，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生活。那 Wedgwood 就像我们生活仪式感的这个开关，你试想一下，把我们这个这么精美然后优雅的 Wedgwood 的瓷器，我们摆在这个餐桌上的时候，你是不会忍心去辜负这份美好的。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的小幸福。没错，没错，仪式感的开关。对，这个仪式感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的新年，当我们用这个精心挑选的餐具为家人布置出一个年味十足的团聚餐桌时，这份心意会让家人还有朋友都感受到被珍视跟被放在心上。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仪式感的真谛了。传递给对方的是你的用心和你的心意。是的，我觉得大家一定能够感受得到。战战也总结得非常的精辟。谁不喜欢被认真对待呢？我们要谢谢战战为我们分享了作为我们品牌代言人的感受。但是如果只让你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 Wedgwood 的产品，你觉得会是什么？哇，这个很难，我觉得很多形容词都可以形容，只能选一个，那就是精致吧。无论是从设计还是工艺的细节，其实我们都能感受到品牌对精益求精的追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品牌所传递的用心。没有错。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关键词哈，就是形容词是精致，同时战战也说到了一个词叫做用心。这个词其实真的非常打动人。我们在2024年这个新年刚刚开始呢，我们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够被自己的生活用心对待，然后拥有满满的幸福感。我们从战战的介绍当中就能感受到，作为品牌代言人，战战对 Wedgwood 的认同还有喜爱，所以我相信下面这个环节一定难不倒你。准备好了吗？好啊。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快问快答。我们要跟着战战的回答一起来走进 Wedgwood 的世界，然后也让大家可以跟着战战的这个回答来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的品牌。没问题。来，我们请看第一道题。威基伍德的品牌创始人是 这个 Josiah Wedgwood，B John Wedgwood。A 还是送分题 A。这个太简单了，好不好？创始人肯定会知道。对，就是我们的 Josiah Wedgwood， 被誉为英国陶瓷之父。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第二道题好像也是有相关哦。威基伍德的创始人 Josiah Wedgwood 先生与《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的关系是 A 挚友，B 邻居，C 祖孙。这道题有一点难度啊。稍微有点难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 C 祖孙。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答对。不会选 C 全都对。对，因为我们在这个历史上哈，这名声大噪的两个人，就居然还有这么有意思的渊源，其实可以见得，就是我们大胆的创新，还有这个不断钻研的精神，都是会被这个深深的烙印在家族的血脉当中的。所以这个 Josiah Wedgwood 是被誉为英国陶瓷之父，是因为他发明了很多瓷器的材质。那我们的第三题就跟材质相关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的题目。来 ，Josiah Wedgwood 之所以被誉为英国陶瓷之父，
是因为它发明了很多的这个瓷器的材质。那至今威居伍德仍在生产的标志性瓷器材质，下列哪一个是他发明的呢 ？A. Jasper 浮雕玉石 B. Queensware 皇后御用瓷器 C. Black Basalt 黑色玄武岩。哇，这个都是听起来有点陌生哦。这个应该3个都是，3个都是。对，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A、B、C，3个都是。恭喜，3道题全都答对。哎，果然是我们的代言人有认真的在做功课。那这3个当中，其实它最有名的呢，就是这个浮雕玉石的工艺。对，它是品牌标志性的浅蓝色啊，它也来源于此。所以不愧是我们的代言人，那对我们的品牌真的非常的了解。那其实浮雕玉石是 Josiah 最著名的发明之一，它历经了数千次的实验，那终于在1774年成功的问世。这是一种未经上釉的玻璃质优等瓷器，有蓝色、绿色、淡紫色、黄色、黑色或白色等等。在这些色彩细腻的瓷制品的表面上，被装饰上或古典或现代的立体浮雕。那其中，我们标志性的浅蓝色浮雕玉石，就成就了 Wedgwood 蓝这个名词的特别意义。那至今仍是全世界公认的 Wedgwood 品牌的标志跟象征。那么接下来想再问一下战战，你觉得Wedgwood 现在最有名的是什么材质的产品？秒答，古瓷。毫无疑问，这个我觉得这题目都太简单了，完全难不倒战战。其实 Wedgwood 依然是成为了这个古瓷的代名词了哈，所以我们讲到古瓷，大家一定会联想到 Wedgwood。所以如果要讲到这个古瓷哈，品牌的古瓷，你觉得你最喜欢我们品牌古瓷的哪个特点？最喜欢的话应该是古瓷温润细腻的质感，感觉非常的有仪式感。其实很像战战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温文尔雅，然后温润如玉的感觉，非常的优雅。其实古瓷是一种耐用、轻巧又很优雅的材质，能给我们的这个餐桌来平添这个经典而富有现代感的精致的格调。那除了刚才战战说到的这个质感之外呢，古瓷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很轻薄，然后透光。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特别安排了一个点亮夜光杯的小仪式，我们在现场可以看一下古瓷透光的特点。那我们也请工作人员为我们准备一下道具。站长，我们可以转身拿一下台子上的这个马克杯吗？哎，这是我们非常经典的金粉年华系列。哎，这个光看我们这马克杯哈，大家还不知道它的这个神奇之处在哪里，它是不是透光？接下来呢，我们请站站把这个马克杯放到我们的灯柱上。那是不是要这样倒过来？对。哦，哇，大家看到没有？是不是透光的？非常的剔透。对，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小道具，让大家来看一下哈，就是我们古瓷在光线下的浪漫之美。对，然后站长刚才是把我们的马克杯放在了装置上，哎，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晶莹剔透的这种浪漫的感觉。没错。好美哦，这个。那我们的 Wedgwood 马克杯在灯光的映射之下呢，一下子就变得透亮起来，就显得更加的温润，像艺术品一样。那由此可见 ，Wedgwood 古瓷材料的透光性和轻薄度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也瞬间觉得整个氛围感都被拉满了，因此就浪漫了起来，有没有？是浪漫的开关。对，浪漫的开关就打开了。是。那其实我们刚刚有一个新的想法，既然 Wedgwood 的夜光杯这么的浪漫，那其实我觉得以后除了有烛光晚餐之外，我们还可以有一个 Wedgwood 的瓷光晚餐，就是我们古瓷的瓷，对不对？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感觉。那大家过年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这个真的可以有啊！古瓷的新用法被你发现了。哎，是的。那我们用精致的 Wedgwood 去探索生活的美好，是一件非常有幸福感的事情。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在2024年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幸福感。那刚刚我们也见到了 Wedgwood 的马克杯在灯光下的浪漫。那接下来我们将跟战战一起来发现 Wedgwood 在生活当中更多的美。我们请移步到客厅，好不好？这边有请。来，战战有请到我们的下午茶客厅。哎，我们说到这个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其实我们平时很多人都是很忙的，只有在过年这段时间才会彻底的放下工作。那我们也知道战战平时也非常的忙，所以你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怎么让自己放松下来？我觉得是有空的时候就休息一下，听听音乐，或者是放空一下，
也是很有效的放松方式。听听音乐，然后让自己放空一下。对，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呢，如果你喜欢 Wedgwood 的话呢，你可以挑一个你自己喜欢的马克杯，然后给自己泡上一杯茶。其实每次挑选马克杯泡茶的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在完成一个放松的小小的仪式。那个时刻呢，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把精力专注到喝茶这件事情上来，就让你从忙碌的状态当中抽离出来，那自然就会得到放松。没错。所以大家不管再忙碌呢，也不要忘记适当让自己放松一下。是的，那用 Wedgwood 的马克杯给自己泡一杯茶，或者约上3、5好友，在洒满阳光的午后，惬意的享用一下下午茶，也是非常有幸福感的一种放松。那其实，在英国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谚语哈，他们说，当时钟敲响第4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止。哇，好浪漫啊，很浪漫的一个说法。那今天我们也特地的请到了 Wedgwood 餐桌美学顾问 Cici 老师来带领我们一起领略一下英式下午茶的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 Cici 老师，欢迎 Cici 老师，这边有请。我们也请 Cici 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主持人好。你好，你好。Hello。对，Cici 老师今天来到现场呢，我们就要跟他好好来学习一下这个英式下午茶的礼仪。那我们不妨坐下来聊吧，好不好？好的。来，2位请坐。谢谢。来，这边有请。好的，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下午茶之前，我想先问问2位，在一场英式下午茶当中，哪些器皿是必不可少的呢？哪些呢？他们都不是已经摆在这个餐桌上面了吗？直接抄答案，好不好？就是杯子、碟子，然后茶壶，是不是？对，我可以纠正一下你们，茶壶、茶杯、茶碟。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糖盅、奶盅以及3层点心架。真的有很多要讲究的哈。那除了这个核心的器皿之外，刚才老师也讲到有这个3层的点心架，还有这个糖盅、奶盅，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Cici老师，我们这里有一个疑问，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英国人喝下午茶，他们是习惯加奶的。那这个顺序有讲究吗？比如说是先加奶还是先加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战战，你能来猜猜答案吗？应该是奶茶，应该是先茶吧。太对了，是的，就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的英国，只有高品质的古瓷茶具才能够经受高温茶水的浸泡，不会因为温度的变化而产生破裂。所以说，英国人在他们的茶会当中就会习惯于先倒茶，这样的话也可以来告诉大家，我用的可是好瓷器哦。原来还有这层含义。让我先给你们倒上今天的，谢谢。那英国人喝茶也会这样吗？别人帮忙倒茶的时候，需要表示一下感谢因为倒茶的人他会掌握好倒茶的量，对。所以倒茶也只能倒半分满，不能倒太满，对不对？对。久而久之呢，这个先倒茶后倒牛奶的礼仪习惯也就传承至今了。所以这个加奶的这个量，他们有讲究吗？比如说要多少？我已经给自己加上奶了，然后加奶的量的话，就完全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你根据自己的口味，适量的添加牛奶。明白。战战喜欢加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也互相随俗一下。好，一点点。那剩下的都给我吧。这么多？你喜欢喝奶？我就喜欢一些有冲突的感觉。那我想知道，因为我们倒入这个奶之后，比如说有人可能也会放入一些糖，那它这个搅拌的过程有没有什么讲究？对，有没有什么讲究？对，这个是一定有的。我们先拿起我们的茶杯和茶碟。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茶杯想象成一个钟表盘。那我们的茶勺的话，可以在这个茶杯6点钟，这是钟表盘6点钟的位置放入，然后沿着6点钟到12点钟的方向直线这样优雅轻柔的搅拌。又明你的那个勺子碰到杯壁了，这个在
我卑鄙，喝茶的过程当中是不可以的。然后我们出声是吧？对，我们搅拌完毕之后的话，可以把茶勺然后放回我们的茶杯碟，这样的话就算是搅拌完成了。哦，明白。所以不能舔一下是吧？对，也不可以像我们喝汤一样用勺子来喝茶。哦，哇，这个真的是很讲究，而且是一个很精致的过程。哎，所以你觉得站长刚才做的怎么样？站长做的非常好，又优雅。我没有发出声响。对，又优雅又正确，非常的对我完全叮叮当当的一个过程。其实喝英式下午茶的时候，拿茶杯的手势也是很有讲究的。长就像我们站站一样，手指很修长，非常的优雅，非常的美观。所以学会了，这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画面哈，大家可以。站站做的非常好，标准的模板。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拿在手中这个 Wedgwood 的茶杯，手感也是非常舒适的，非常的轻盈。所以这也是我们 Wedgwood 的这个古瓷的一个特点，它可以耐住高温，但是又很轻盈。所以我们刚才学会了怎么来倒茶、喝茶，搅拌它，搅拌，还有拿它的一个方式、一个姿势。对。那这盘吃的，它有一个它自己的讲究或者顺序吗？是的，我们经典的英式下午茶的点心的话，一般是由3层组成，从下到上的话，依次是我们的咸点三明治，然后是我们的司康饼以及配搭的奶油和果酱，上层的话是精致的甜点。我们吃的顺序也是从下往上，由咸到甜，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挑剔的味蕾一一享受层次丰富的口味变化。哇，这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干货。对，今天满满的全是干货。因为我们学习礼仪的话，我觉得其实更多是为了解文化。在一些正式的场合中的话，可以让大家非常的游刃有余。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必太拘泥，就是用自己惬意的心情，让自己慢下来，享受和自己或者和朋友们一起相聚的时光。说得太好了。对，其实我觉得跟朋友在一起来一场这个惬意的下午茶是很舒服的，所以就可以很自在。然后如果你去到一些正式的场合，我觉得 CC 老师刚才教我们的这些就可以用得上。非常的受用。没错。所以马上也就是新年了哈，大家也都会迎来一个非常难得的假期。那如何用 Wedgwood 为亲友来布置一桌精致的团圆餐，来享受这个欢聚的时光呢？我们也一起移步到我们的餐区去看一看，好不好？来，好，两位这边有请。来，两位有请。谢谢。这边有请。好，来到我们的餐桌区，我们坐下来聊吧，好不好？来，两位请坐。这个2024呢已经开启了，然后马上就要过春节了。那春节对于中国来说呢，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所以过年辞旧迎新是非常重要的。那装扮一下我们有年味儿的这个家居布置，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围坐在餐桌来享用美食，分享对龙年的期许，其实也是特别温暖、特别有幸福感的一个时刻。没错，而且新年可以和家人们团聚在一起，给忙碌了一年的自己呢，短暂的放一个假，也是挺好的。是的，那这里我们也看到了 Wedgwood 为我们2024中国年特别推出的全新的系列《东方传奇》。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面前的这个餐盘，对。那这个系列的设计灵感呢，是来源于品牌典藏图库当中19世纪东方风格设计的纹样。那吉祥华丽的这个龙凤设计，有富贵和好运的含义。那这个全新推出的系列，用更现代的方式来演绎了东方设计，宝石绿和金色的融合搭配，也凸显了华丽的质感。站站，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非常的美，然后我很期待它出现在我家布置出来的样子。我们期待一下，一起期待一下。那今天 CC 老师也在我们的现场，那可不可以来教我们用一下，怎么来用这个全新的这款系列，那来打造一个具有年味的这个餐桌的布置？站站也可以学一下。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新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团聚。而在新年里最重要的仪式感呢，就是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边吃一顿团圆饭。那每次过年的时候呢，我们的父母都会精心布置我们的新年餐桌，把年味儿带给我们。今年的话，如果有机会，
我希望大家也能尝试着去为你们的父母布置一桌具有年味儿的新年餐桌。这是一个很好的 idea 啊，可以给家人一个惊喜。对，那我先要考2位。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要布置一桌非常具有美感的餐桌的话，它的核心元素是什么呢？那一定得有餐词。对啊。因为餐词的话，它其实已经奠定了我们餐桌布置的基调。战战，如果我想考你，如果让你来布置今年就是龙年的新年餐桌，你会考虑一些什么元素呢？那一定得有红包。当然，这个也可以是一个元素。就像今天我们这套会有金色降龙和凤凰图案的 Wedgwood 东方传奇系列瓷器，让餐桌一下子就有了年味儿基调。然后我们再根据这套瓷器去搭配其他元素。那 CC 老师，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中式的新年餐桌使用这个餐词，一般都会包括哪些呢？佑民的问题非常好。我们中国人过年常用的菜品比较丰富，通常我们会在餐桌上摆上骨碟、汤碗、味碟。然后今天呢，我们为了让我们的餐桌更具有仪式感，所以说我们还同时准备了上面会有龙凤装饰的装饰底盘。哦，这个看起来就非常的喜庆和吉祥，跟我们国家的那个节日氛围呢，非常的相得益彰。是的，我们的团年饭当中，这个跟亲朋友在一起，多多少少我们得这个对吧，喝2杯，这个美酒也是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根据餐酒应该搭配怎么样的这个酒杯呢？这个应该怎么样来做选择？CC 老师。今天我为我们的新年餐桌呢准备了3个杯子。我现在想考一下2位，这3个杯子它分别的用途是什么呢？这个应该是喝水的吧，水杯。然后这个的话应该是香槟杯。这个应该是红酒杯。太棒了，这个对。然后我们的水杯比较特别，它是我们 Wedgwood 的2024年度杯。所以它这个是等于是今年的这个限定款。对，就非常有意义的一款杯子。所以它在摆放有什么样的讲究吗？我又要来考你们了。又要考我们？对。然后我希望你们俩先试着来摆放一下。就是这个顺序。对，我现在这个顺序是被打乱掉的。我希望让你们来挑战一下。那就是先喝水嘛，然后就喝红酒打圈嘛，然后最后1杯香槟送走嘛。我觉得应该是水杯、香槟杯、红酒杯。你这么着急走吗？然后那个战战摆的是正确的。所以香槟是在中间的。对，通常我们是根据我们喝酒的由浅到深的一个顺序来摆的，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个就是水杯，因为水杯你会一直要喝，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香槟杯，最后呢就是今天按照我们今天的杯子哈，最后就摆上我们的红酒杯。对，哇，它这个声音好好听。因为是水晶的。哇，真的是不愧是我们的 Wedgwood。对，所以刚才这个规律，相信大家也都掌握了哈。那站长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来请教老师吗？那还是会有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像这个桌布啊、桌花呀、蜡烛啊这些，不管是从色彩的搭配还是画面的图案上看呢，都非常的和谐。这个是不是也有什么讲究呢？对，这一整体站长观察得非常的仔细，所以这个有讲究吗？CC老师？当然了，因为我们整体的餐桌的美的话，它是每一个元素是要相互呼应的。然后其实今天我们的餐桌上面的元素是搭配的，首先我们选择的那个桌布是金色的，还包括我们的餐巾扣是金色的，它呼应了我们餐盘上的金色图案。然后呢，我们的餐巾，然后是蓝色的，它就呼应了我们餐盘的底色。那同时呢，因为为了配合我们新年的喜庆祥和的氛围，以及为了呼应我们餐盘上的红色、金色的元素，所以我们也选择了非常具有年味儿的，然后橙色和黄色的花卉作为今天餐桌的装饰。哇，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讲究哈，这都是细节满满啊。对，都是细节，然后都是互相辉映的。那其实今天我们趁着这个 CC 老师也在的话呢，我们也想请教老师这个新年的桌花的搭配技巧，好不好？
对，因为我们插花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家里面插花，不用太复杂，很简单，原则很简单。那我们基本上遵循我觉得8个字的原则，就是上轻下重，然后呢，参差就是高低参差。这样的话，你搭配出来的桌花的话，基本上8、9不离10，也会是非常赏心悦目的。明白明白。所以老师，这个橙色的花是什么呢？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个橙色的是橙色海芋花，它的花语呢是感恩、尊敬。哦，感恩，这个寓意特别的好。那在这个呢？这个是百合吗？这是百合。这是百合。对对对，这个里面这个是百合。然后百合呢，大家都知道都是喜庆的、祥和的，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新年也是非常的呼应和那个配搭的非常的好。哦，明白明白。所以它的摆放就是非常的有讲究的。刚才讲到了，它要上轻下重，然后参差，对，高低参差，对，高低错落，对。所以这个有了我们这样好看的桌花，这个年味儿一下子就出来了。那相信用这种用心的餐桌的布置，一定可以让我们的团聚时用餐呢变得更加的难忘，还有更加的愉悦，还拍很多好看的照片。是。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思琪老师带给我们非常精彩且干货满满的礼仪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思琪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谢谢战战，谢谢主持人，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稍微休息一下，谢谢。好，战战，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平时工作生活真的太忙了，所以其实只有春节的这个假期是可以真正跟亲朋好友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是的，因为平时大家呢都在各地忙碌，只有过年的时间是有时间聚在一起的。是的。那其实过年走亲访友这个难题呢，就是怎么给对方来挑选一个又合适但是又能代表心意的礼物。那通过我们今天我们 Wedgwood 的深入了解，我觉得Wedgwood是非常适合在新年作为这个馈赠佳品给大家。没错 ，Wedgwood 传递的精致优雅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是的，今天我们真的是学到了很多的干货，然后也感受到了 Wedgwood 带给我们的美好。那最后，战战还有什么新年祝福要送给大家吗？那就祝大家岁岁常喜乐，万事皆顺利。祝愿我们的爸爸妈妈欢喜自在，祝大家新年快乐。是的，我们要谢谢战战，也期待在2024年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佳作。我们也祝愿大家在2024年可以自在随心，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